导众生的亚洲第一美女，到青灯古佛作般的修饰，王祖贤这辈子几乎毁在了2个男人手里。可能有些年轻朋友 get 不到王祖贤的美，觉得她皮肤黑还秃嘴，凭啥叫亚洲第一美女？但这些瑕疵啊，正是王祖贤最美的地方。1982年，15岁的王祖贤正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她1.72米的高挑身影和那张未经雕琢却惊为天人的脸，瞬间就为场边的心态一眼相中。一支球鞋广告让她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眼前。很快啊，香港邵氏电影的大当家封艺华就大手一挥，豪掷20多万港币，直接买断了王祖贤的合约，将这个连粤语都不会讲的野生大美女从中国台湾空运到了中国香港。但初到香港的她只是一个小菜鸡，导演嫌她口音搞笑，甚至当众把剧本摔在她脸上，让她滚回家去。王祖贤当场就哭了，在名利场这个谷里啊，要么红要么完，没有中间地带。她憋着一口气疯狂修炼，终于在1987年，老天爷给她递来了一架通往神坛的梯子，徐克要拍《倩女幽魂》。后来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了。聂小倩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一个无法被超越的经典，王祖贤也凭借这个角色一夜封神，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但他的心里却只住着一个放荡不羁的音乐浪子，这个男人啊，就是齐秦。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浪漫，齐秦被要求去机场给王祖贤献上一串花环，结果身高不高的他把花环套在高挑的王祖贤脖子上时，显得有些滑稽。王祖贤甚至还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我不是很喜欢花。”然而啊，就是这样一对看似八字不合的欢喜冤家，却展开了一段长达15年分分合合的世纪虐恋。那时的王祖贤有多爱齐秦，在黄沾的节目《今夜不设防》里，他一脸甜蜜地说：“我很满足的，将来我都想过了，一个女孩始终都是要结婚的，我会很平凡的过日子的。”他在自己最红的时候，想要的不是更多的名利，而是一个和齐秦安稳的家。但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聚少离多，让这段感情充满了思念和酸楚。齐秦花了15分钟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大约在冬季》，歌词里啊写满了一个男人对远方爱人的所有牵挂与不舍。然而热恋最终还是走到了瓶颈期，长期的异地和性格上的摩擦让两人第一次选择了分手。而也正是这个感情的空窗期，让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男人趁虚而入，也将王祖贤推向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男人啊是香港顶级富豪林建岳。林建岳是立新集团主席林百欣的儿子，他有钱有势，但也早已有了家室。他的妻子啊是台湾的著名演员谢玲玲，两人育有5个子女。林建岳对王祖贤展开了极其猛烈的追求，他送豪车送豪宅，甚至许诺会为了他和谢玲玲离婚。在刚刚经历了分手痛苦的王祖贤面前，这份看似霸道总裁式的溺爱让他一时间啊迷失了方向。然而他严重低估了香港豪门对门当户对的看重和对女明星的鄙夷。林建岳的母亲坚决反对王祖贤进门，甚至在媒体前大肆诋毁他，那些言论不论真假都摧毁了王祖贤的公众形象，也让他看清了自己在这些豪门眼中啊不过是一个可以被明码标价的玩物。他身败名裂，成为了全香港的笑柄。而就在这时，那个曾经的浪子齐秦站了出来，他公开对媒体说小贤她不是一个败绩的女孩。接着他又写下了那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隔空向王祖贤发出了复合的信号。在经历了豪门的羞辱和人性的冰冷之后啊，齐秦这迟来的英雄救美让王祖贤深受感动。他回头了，复合之后啊，两人都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他们买好了婚房，甚至计划要去西藏办一场圣洁的藏式婚礼。王祖贤为了支持齐秦的专辑，赤着脚在石子路上跑了5公里，脚底都磨破了，却依旧笑得无比开心。所有人都以为这对金童玉女在经历了15年的兜兜转转之后，终于要迎来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然而一场更具毁灭性的风暴正在就在他们即将结婚的前夕，一个名叫方美芳的女人突然出现。她是齐秦的前女友，她将齐秦告上法庭，并向他索要高达1500万台币的抚养费，因为她和齐秦啊有一个早已10多岁的私生子。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舆论。但对于王祖贤来说，最致命的不是私生子的存在，而是欺骗。原来这么多年，齐秦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向他隐瞒这个孩子的存在。对于这个在爱情里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被原谅的背叛。她刚刚才从一场充满了羞辱的感情里逃出来，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港湾，结果却发现这个港湾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这一次啊，他所有的信仰都崩塌了。2001年，王祖贤在参加完电影《游园惊梦》的发布会后，宣布全面息影。那一年啊，他34岁，他独自一人飞往加拿大，给这段长达15年的感情，也给他的整个演艺生涯画上了一个决绝的句号。如今的王祖贤在加拿大温哥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常常
常被路人拍到穿着朴素的海青出入寺庙。或许对于这位美得不似凡人的聂小倩来说，人间的爱情实在是太复杂也太肮脏了，她的最终归宿本就不在此处。